先我講有4種人冇參加去葬禮，佢哋平安順利嘅啦。邊4種人啊？我話你知啦，第一種大肚婆一定冇去啦，屋企就平安順利嘅啦。到佢你唔壞啊先去啊。人嘅一生都離唔開生老病死呢個自然規律。咁喺民間，白事係頭等大事，比紅事更加重要嘅。咁所以喺民間就流傳好多關於喪葬禮儀嘅習俗同禁忌啦。例如話有4種人唔可以去參加葬禮，屋企人就可以平安又順利咁話。咁到底係邊4種人唔去得呢？吓？咁第一種就係孕婦啦。按照老一輩嘅講法係話，孕婦係有喜，象徵住生嘅希望，係好事喜事嚟嘅。而葬禮拜山寺廟，又或者夜媽媽先至返歸，老人都會覺得好詐忌嘅。咁因為老一輩人眼中呢啲地方都係屬於陰嘅地方，有不祥之兆，而且葬禮又同屎有關係，兩者係會相衝噶嘛。咁所以老一輩人認為啦，大肚婆如果去呢啲陰暗啊負能量嘅地方，對個 B 就唔係咁好啦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係迷信嘅講法。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大肚婆嘅身體情緒狀態都比較特殊，去參加葬禮嗰啲哭哭啼啼、悲傷沉重嘅氛圍，好容易令到大肚婆觸景生情，一情緒激動，影響到個 B 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另一方面，因為葬禮人多車多，現場係好嘈好逼仄嘅，農村仲要上山添，咁樣一來一回舟車勞頓，大肚婆又點頂得順呢？係咪？咁本嚟有親人過身都已經夠傷心噶啦，如果呢個時候大肚婆再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話，真係唔去好過去啦。呢一樣亦都係逝者最唔想見到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老一輩嘅人為咗保護孕婦嘅健康，就唔俾大肚婆去啦。咁第二種呢？太細嘅細蚊仔就冇去啦。有幾細啊？好咗起下就冇去啦，屋企平安順利啊。細佬哥係家族嘅傳承，咁按道理紅事白事都應該要到場先至啱嘅。但係點解唔俾5歲以下嘅細佬哥去參加親人嘅葬禮呢？吓，呢一個係因為老一輩人認為細佬哥嘅陽氣比較重，而墓地葬禮呢啲地方嘅陰氣就比較重，咁陰陽相沖就唔係咁好啦。況且老一輩人仲認為細佬哥嘅哭聲係會驚擾到逝者嘅靈魂，咁話會為屋企帶嚟啲唔好嘅嘢，所以就唔俾細佬哥去啦。咁你家鄉有冇咁嘅講法呢？吓？咁當然主要都係因為想保護細佬哥先至講出呢啲嚇人嘅說話，主要係因為太細嘅細佬哥對於死亡係冇乜概念嘅，佢哋亦都理解唔到成年人失去親人嗰種悲痛嘅感覺。去到參加葬禮，見到現場莊嚴肅穆、哭哭啼啼嘅場景，對於不明所以嘅細路仔嚟講，佢哋根本就唔知發生咩事，可能仲會嚇親佢哋，弱小嘅心靈承受唔到，仲留低陰影啊！咁再加上細佬哥係好中意打打鬧鬧、走走趯趯噶嘛，如果因為細佬哥而耽誤咗成個葬禮嘅流程，就唔係咁好啦。咁所以好多人辦呢啲白事嘅時候，都會專登支開細佬哥，就係咁解。咁第3種呢，七老八十就冇去啦，費事傷心。點解唔建議老人家參加葬禮呢？按照老一輩嘅講法係話，本嚟體弱年邁嘅老人，身體陽氣已經不足噶啦，如果再去參加陰氣比較重嘅葬禮嘅話，可能就會加重體入邊嘅陰氣，導致身體好難恢復咁話。咁當然呢一個係迷信嘅講法吓，其實主要都係為咗老人嘅身體健康同埋安全着想嘅啫。你知啦，老人年紀大又機器壞噶嘛，如果過度傷心嘅話，係會影響身體健康嘅。咁其實好多時候老人都怕直接面對死亡嘅，更加怕直接面對親人嘅離開。咁如果老人去參加葬禮嘅話，可能佢哋會因為嗰啲悲痛嘅情緒，好一段時間都冇辦法釋懷，積下就積成病啦。咁樣對老人嘅身體就唔係咁好。咁所以有好多家庭辦白事都會專登隱瞞老人嘅。咁第4種有邊種啊？準備考試嘅就冇去啦。咁如果屋企有老人家過身，咁啱得咁巧，仔女又準備高考喎，呢個時候俾唔俾仔女去參加葬禮好呢？我諗好多家庭都會選擇暫時隱瞞準備考試嘅仔女，等佢哋考完先至講，係咪？咁按照老一輩嘅講法係話，葬禮係一件好晦氣唔老禮嘅事嚟嘅。咁而即將準備考試嘅考生都想攞翻個好意頭高中噶嘛，考中啊嘛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仲去參加葬禮就唔係咁老禮啦。
咁其實主要都係驚準備考試嘅人會俾悲傷嘅情緒擾亂到心緒，分散注意力，影響到考場嘅發揮，影響成績。咁就算係過咗身嘅親人，都想自己嘅子孫可以飛黃騰達、光宗耀祖噶嘛。咁所以為咗考生可以順利咁考完試，攞個好成績翻嚟，屋企人一般就會避免俾考生去參加葬禮啦。咁除咗正話講嘅4種人之外，嗱有啲地方就連剛結婚嘅新婚夫婦未超過100日嘅都唔可以去參加葬禮。而我哋鄉下如果係結婚，就算係結婚好耐都好啦，未飲過紅事酒嘅就去參加葬禮都係唔得嘅，因為老一輩人認為一喜一喪、一紅一白會相沖咁話，會磨滅喜氣咁話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個只不過係老祖宗主觀嘅講法，冇咩科學根據嘅。之所以有呢啲風俗，其實都係因為老一輩嘅人想攞翻個好意頭，明白到死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希望喺未來嘅路上，一家人可以平安順利、健康，先至會咁講嘅啫。咁如果真係要面對住呢啲情況嘅時候，面對住去與唔去嘅時候，梗係要尊重翻個人嘅意願同埋需求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到最後問下大家，你家鄉有冇話邊啲人唔可以參加白事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